大家好，我是卢卡。这期视频我们来关注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J.D. Vance。这位1984年出生的年轻政客，用了40年的时间，从美国底层铁锈地带的贫穷家庭走到了社会的顶层。他2021年正式参加竞选从政，2024年就成了副总统的候选人。父亲缺失，母亲吸毒，高中差点辍学，26岁还在工地搬砖。他是如何逆天改命、逃离底层的？他是如何抵制生活中暴力、毒品、悲观的不良影响？他的上升之路还有哪些秘诀？J.D. Vance 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，这座大约5万人的小城位于阿帕拉恰山脉的西侧，也曾经因为钢铁工业富饶一时。不过，随着社会发展，钢铁工业没落，这座城市也逐渐失去活力。许多曾经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再次跌入贫困，而 J.D. Vance 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。他的外祖父母来自肯塔基州一座6000多人的煤矿小镇杰克逊。为了逃离贫困，也为了逃离因为外祖母13岁就怀孕所带来的舆论压力，20世纪40年代末，他们来到了米德尔顿。接着钢铁工业的火热，再加上自身的努力，他们很快在米德尔顿安定下来，逐渐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。外祖父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一大家子，住着4个卧室的大别墅，养着3、4个孩子。万斯的母亲贝弗利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。故事如果这样发展下去，万斯最差也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。可是他为什么又会跌回底层呢？他的母亲贝弗利，这个被全家族认为最聪明的孩子，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好学生，18岁就怀孕了。高中毕业之后就和男友结了婚。在万斯出生后9个月，父母就离婚，之后直到高中时期才和父亲有短暂的交集。而他的母亲则周旋于一个个男友之间，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个伴侣。万斯和姐姐则在不同陌生男人家里和外祖母家来回切换。更糟的是，贝弗利还染上了毒品，这也导致他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。此外，他还继承了家族婚姻中无穷无尽的争吵、打架、互相攻击。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万斯高中时期。而母亲的又一次崩溃，让万斯的生活迎来了转机。因为一句话惹怒母亲，贝弗利就在高速公路上飙到时速100英里，大约160公里，威胁要同归于尽。当12岁的万斯跳到后座，想要系上2条安全带时，母亲更是怒不可遏。他把车停在路边，想要殴打他。万斯在停车的时候逃到附近的一户人家，请求主人报警。正在母亲追来抓住他的时候，警察及时赶到，拯救了他。但是为了避免母亲坐牢，他还是在法庭上撒了谎。但这次危机也让他获得了一定的自由，可以自己选择和谁住在一起。而外祖母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直到高中毕业，他都和这位实际上起到母亲作用的亲人生活在一起。这也是万斯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距离悬崖不远了。高中的第1年，他差点没完成，平均绩点才2.1分。他不写作业，不学习，甚至经常旷课，而且已经开始接触酒精和大麻。和外婆一起生活之后，他才逐渐回归正轨。外婆对他非常严厉，给万斯制定了3项规定：考个好分数，找份好工作，还有就是帮着干家务。家庭的稳定加上外婆的督促，他的成绩才慢慢好起来。通过在杂货店打工，万斯不仅看到社会百态，更明确了自己的目标：上大学。有一次，他在周末想和自己的表兄弟们一起玩，不想去打工，却被外婆臭骂一顿，告诉他不要抱怨，如果想要那种可以在周末和家人度过的工作，你就得去上大学，然后有所成就。有了希望，有了目标，一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被真正激发出来。而且在外婆的监督下，万斯也远离了那些不学习、抽大麻的朋友，剩下的朋友都是要努力学习、上大学的伙伴。外婆不仅给万斯一个稳定的家，帮助他认清目标，还花自己的养老钱给他做更多的尝试。大家都知道美国中学对体育的重视，在高中的最后1年，万斯参加了学校的高尔夫球队选拔。外婆虽然对体育不感兴趣，但是她认为高尔夫是有钱人谈生意的地方，所以花钱给万斯购买了高尔夫培训课程。
虽然最后他没有选上，但是至少也证明了万斯在高尔夫球上没有特别的天赋，而且也让他真正认识到高尔夫是有钱人的游戏。外婆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和能力范围之内支持万斯跳出底层。高中毕业之后，万斯决定去上俄亥俄州立大学，但是当他发现所需要的贷款可以买下一栋好房子的时候，他犹豫了。当得知退伍后再上大学可以报销学费，万斯最终决定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。任何一个地方的军队对于新人来说都不可能友好，新兵训练吃苦头是逃不了的。对于还没有完成成年人过渡的万斯来说，外婆的关爱给了他足够的力量。在万斯受到教官惩罚之后，外婆的第一封信是这么说的：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愤怒，你就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然后把这些家伙当成智商为2的蠢货，把他当做一个变态，外表强悍，其实里面穿的是女士内裤。我恨他们所有人。外婆的情感爆发替他把该骂的人都骂了，也缓解了万斯心中的委屈和不满。但到了第2天，外婆又接着说：刚才是开玩笑，我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到，因为你很聪明，但他们可就没这本事了。你就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然后你就会脱颖而出的。情感发泄之后的鼓励提醒万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。外婆还总是对他说：千万别像那些怂包一样，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，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。穷人最容易掉进受害者心态和习得性无助的陷阱，万斯都避开了。海军陆战队使万斯真正成为了一个成年人，在这里他还学到了健康、财务等知识。But for me, the U.S. Marine Corps was a 4-year crash course in character education. Taught me how to make a bed, how to do laundry, how to wake up early, how to manage my finances. These are things my community didn't teach me. 万斯在军队的公共事务部门工作，表现优异。在军队的最后9个月里，他成为了东海岸最大的军事基地的媒体联络官。这个职务通常是由高级别军官担任的，但是由于前任被突然换下，作为下士的万斯才有了这样的锻炼机会。从不熟悉、挣扎、犯错到游刃有余地处理各项任务，万斯进步飞快。他还得到了一枚嘉奖奖章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对于自信至关重要。虽然外婆对他说过无数次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，但是能让人在心底深处相信自己的还是实践，是完成那些困难的事情。在部队服役4年之后，万斯回到了俄亥俄州上大学。虽然不用再背负学费贷款，但曾经的同学都已经毕业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于是他决定提前完成大学课程。2009年8月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，万斯以优异的成绩双学位毕业。进入耶鲁大学对于万斯来说，就像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I remember I learned this when I got the financial aid letter from Yale for myself.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need-based aid, which is a term I'd never heard before. But I turned to my aunt when I got that letter and said, I think this just mean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, being poor has paid really well. 除此之外，他还了解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，比如面试要穿西装，穿特别宽松的西服是不得体的。某些城市和州有更好的工作机会。去一所更好的大学不仅让你有面子，还能带来实惠。金融是一种人们从事的行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耶鲁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乌莎·齐鲁库里。乌莎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，父母是印度移民，并且都是大学教授。乌莎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，在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，之后又回到耶鲁取得法学博士。这个美丽而优秀的女孩不仅给万斯了一段美好的爱情，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治愈了他童年的创伤，让他不再重复外祖父母那种无休止争吵攻击的婚姻。在情感关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万斯要么逃避，想要分手，要么像家族里的人那样随时爆炸，把语言当作武器，把分歧当作战争。而乌莎的家庭则截然不同，他们一团和气，充满关爱。他成为了那个能够控制万斯的人，也让他逐渐学会了控制自己，摆脱家庭环境对人际关系的不良影响。进入耶鲁是想找个好工作，过上富裕的生活。虽然表现不错，但是万斯对未来却没有想得很清楚。
他只是忙于学习、面试以及积累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优秀的事情。在申请一份竞争非常激烈的法官助理的工作时，他的另外一位贵人蔡梅尔教授不仅帮他推荐面试，还给了他关键的指引。华裔虎妈、备受争议的基娃鼻祖蔡梅尔，除了担任耶鲁法学院教授之外，本身也是畅销书作家。他还鼓励万斯将人生经历写成自传。蔡梅尔告诉万斯：“我猜你只是想得到工作证明，证明固然很好，但不能帮你实现职业目标。如果你不想成为最高法院的诉讼律师，就不应该太在意这份工作。”蔡梅尔还告诉万斯，给法官当助理非常困难，这位法官苛刻到了极点，他的助理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异地加上过度忙碌，还会导致万斯和乌莎分手。蔡梅尔知道他和乌莎正在热恋，建议万斯首先考虑乌莎，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选择。万斯也听从了蔡梅尔的建议，撤回了申请，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，职业的方向在哪里。同时，他也意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。Economists call the value that we gain from our informal networks, from 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nd family, social capital. The social capital that I had wasn't built for 21st century America. 社会资本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，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老板，还体现在我们从朋友、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。2013年从耶鲁毕业之后，万斯做过很多工作。他担任过法官助理，创建过非营利性组织，创办过风险投资公司，还做过 CNN 的评论员。2021年，他第一次参加竞选，2023年宣誓就任美国参议员。2024年7月，特朗普宣布万斯为竞选搭档。也有消息称，由于和特朗普的2个儿子关系密切，特朗普才选择了万斯。而万斯对特朗普的态度也是由黑转粉，从2020年开始才转而支持特朗普。另外，2016年，万斯出版了自传《乡下人的悲歌》，这本书也登上了2016和2017年的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。《纽约时报》称它是帮助理解特朗普胜利的6本最佳书籍之一。2017年，奈飞还将这本书搬上大荧幕 ，Glenn Close 和 Amy Adams 分别出演了万斯的外婆和母亲。I had a lot of good fortune in the mentors and people who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, from the Marines, from Ohio State, from Yale, from other places. 回顾万斯的上升之路，除了他自己的强烈意愿和努力之外，几个关键的贵人为他的成功保驾护航。最重要的肯定是外婆，没有外婆的关爱和支持，他不可能逃出底层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很可能酗酒、吸毒，有4个孩子，重复像母亲那样的婚姻。当然，他不只有外婆，他还有姐姐的保护、姨妈的关心、乌莎的爱情和疗愈、蔡梅尔教授的人生指引。这么看，万斯是非常幸运的。但是那些没有贵人的人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对于身在底层又没有超强天赋的普通人来说，上学，上好的大学，找一份好的工作是唯一的出路。看万斯的经历，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的另一本畅销书《Educated》，中文翻译叫做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。在感动的同时，我还十分惊讶，号称全球最自由、最富裕的美国，竟然还有如此保守、落后、贫穷的地方。本应该充满爱与支持的家庭，竟然成了限制折磨的人间炼狱。女主17岁之前都没有进过教室，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一些幸运，最终在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，还成为了哈佛大学的研究员。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，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。普通人想要逆天改命本身就难上加难，如果你想在关键时刻有一点幸运，帮你实现飞升，那么自己强烈的意愿和120%的努力是获得幸运的基础条件。这个道理不仅在万斯在塔拉维斯特福的故事中看到，也是我自己亲身实践过很多次的。在考上理想大学、换专业读研究生、跨专业找到自己理想工作之后，在我自己身上已经验证过很多次，越努力越幸运是真实存在的。而且他人看到了你的强烈意愿和不懈努力时，才更愿意拉你一把。还有就是一定要自信，无条件的自信，就像万斯外婆说的那样，你想做的事都可以做到。学习，然后去做，失败，改进，再去做。努力拼搏是为了改变你的人生，
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，你都可以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不断前进。我是卢卡，感谢收看这期视频，下期见。